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末路狂欢。今天介绍的恐怖片是我的幽灵鬼。女主凯蒂是一个天真开朗、单纯善良的大龄女青年。她不仅对自己幼教表演教师的事业坚贞不移，还一直有一个伟大的梦想，那就是上电视。为此，她参加了各种达人秀节目，希望能脱颖而出，从此走上人生巅峰。结果却屡屡挫败，事与愿违。然而这一天却成了她平凡无奇的人生转折点。这天，凯蒂下班回家，途经一家假发店，突然被一顶逼真的黑长直假发深深吸引，便进店询问老板价格。原来这顶假发是由真发制作而成，所以在价格上自然也会比一般假发高出好几倍。得知价格后，凯蒂很是震惊，不停地讨价还价，想买下它。可是这种真材实料做成的东西怎可能轻易降价？最后通过潘老乡拉关系，老板才答应以一个亲情价卖给他，并帮凯蒂嫁接到头发上。可是接下来诡异的事就发生了。刚出假发店，路人就色眯眯地盯着他看，明明一个人的身影却变成了两个影子。来到老地方准备吃饭时，老板却莫名拿来了2套餐具。凯蒂很是诧异，环顾了一下四周，却并没有看到其他人，就小心翼翼地推开了另一套餐具。吃完饭找到摩的，准备坐车回家，可师傅却递给他2个头盔。这时凯蒂更是一脸迷茫，低头竟从摩托车倒车镜里看到了一个女人，然后就递给师傅2个人的车钱，让师傅把这个朋友送得远远的，而后慌张的快步走回了家。一路上凯蒂不停地回头查看，本以为甩掉了身后不干净的东西，可这时房东突然出现，吓得凯蒂瞬间一激灵。就在凯蒂上电梯时，竟看到了一个女鬼站在里面，还和自己不停地说话。凯蒂被吓得只好爬楼梯，来到邻居家，最后翻窗回到了自己家。本以为把女鬼留在了邻居家，没想到这时电视又自动打开。这一系列不正常的怪事让凯蒂很是心累，便决定洗洗睡觉。可是洗头的时候，背后却诡异地出现了一只手，吓得凯蒂赶紧快速冲洗。待一切恢复正常，凯蒂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小憩时，屋顶竟出现了一个长发女鬼盯着她。忽然电话响起，凯蒂被吵醒，坐在椅子上接听电话时，没想到那个女鬼就坐在她身后。挂断电话起身后，椅子竟直接朝后面倒了过去，然后又慢慢的恢复原样。凯蒂看着眼前这惊人的一幕，知道女鬼就在自己房间里，便大叫着离开了家，找到了对鬼神略知一二的半仙帮忙。半仙妇女决定用碟仙来摸清凯蒂身上鬼魂的来历，便开始一个一个的问问题。原来女鬼叫阿碧，被车撞死后头发正好被凯蒂嫁接，所以就一直跟着她，而且摸着头发就可以看到阿碧的鬼魂。女孩摸了一绺头发后，顺利的看到了那个惨白的漂亮女鬼。小女孩被吓得哭着离开了这里，而后半仙照做，同样看到了那个女鬼。凯蒂一抬头也看到了半仙身后的女鬼真容。最后半仙哆哆嗦嗦的离开了，现在只剩下凯蒂和女鬼。凯蒂想要剪掉头发让女鬼离开自己，可女鬼却百般阻挠和捉弄，凯蒂差点从梯子上掉下去，幸好女鬼及时出手抓住了头发。凯蒂也发誓再也不剪头发了。最后一人一鬼达成一致，女鬼去哪里都要让凯蒂看到听到，不能神出鬼没一惊一乍。不中女鬼一脸惨白，眼球外凸。就这样，女鬼恢复了正常人的模样，一人一鬼开始了和睦相处。第二天，女鬼阿碧带着凯蒂来到男友阿坤家，回到2人曾经的房间，里面全是阿碧和阿坤的甜蜜合影。阿碧打开衣柜一看，依旧是自己以前的衣服，明白男友并没有另结新欢，也很是欣慰。看着客厅的沙发，阿碧突然想起了之前的事。那天男友为了拍广告，不征求阿碧的意见，就直接要求她剪掉长发。阿碧也很是生气，而且又发现男友没有关注自己的 Facebook， 便认为男友并不关心自己。2人为此发生争吵，阿碧一气之下提出分手，离家出走。没想到这竟是和男友最后一次见面。现在阿碧回想起来很是后悔。从男友家回来以后，凯蒂和阿碧相处的很是默契。凯蒂会帮阿碧拉行李箱，阿碧会帮凯蒂按电梯，凯蒂还会烧一些漂亮衣服让阿碧替换。这时凯蒂感觉身边有一个这样的鬼友也很是惬意。又到了选秀节目的这一天，
凯蒂在舞台上依旧如同小丑一般，被评委们一番嘲笑。后台的阿碧看不下去了，附在凯蒂身上来了一番精彩表演。在阿碧的帮助下，凯蒂成功晋级。比赛结束后，两人再次来到男友家。见到阿坤后，凯蒂让他抓住自己的头发，这样就可以看到女友阿碧的鬼魂了。听完这话，阿坤很是无语，转身回去了。可凯蒂依然不放弃，坐在围墙上对阿坤说他和阿碧两人的浪漫故事。虽然这次阿坤有些正经，但依旧没有把凯蒂当回事。凯蒂再次找到阿坤，可阿坤根本不相信什么鬼魂说法，阿碧的鬼魂怎么可能会附在他的身上呢？况且阿碧还没有死。随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医院，看到了病床上昏迷的阿碧。原来阿碧在车祸中并没有死，只是脑中有淤血，需要做手术清除就可以了。阿坤表示不要再拿阿碧来骗我了，再也不要来找我了。无可奈何的凯蒂在半休的介绍下找到了殓葬师。凯蒂说人还没有死，魂魄就出来了，该怎么回去呢？殓葬师说从哪里出来的就从哪里回去，从头发出来的就从头发回去。而后凯蒂就找到嫁接头发的老板，让老板把自己嫁接的头发再给病人接上去。这一举动却遭到老板的嘲讽和拒绝，凯蒂只能再次找到殓葬师。殓葬师说阿碧在哪里被车撞，就把身体放到哪里，这样鬼魂就能返回肉身了。这天晚上，殓葬师假装病人，凯蒂假装护士来到医院，准备把阿碧的身体偷出来放到事故地点。可是在等电梯时，却遇到了一个医生，询问两人去哪。凯蒂随口说道去整容科。这时一个老人过来，让凯蒂帮自己接小便样品。凯蒂不好拒绝，便带着老人离开了。这时电梯来了，医生见凯蒂没回来，便好心把病床推进了电梯。等凯蒂返回来后，发现殓葬师却不见了。随后电梯门打开，这时医生推着殓葬师出来了。6分钟丰胸已完成。殓葬师很是满意的咨询其他整容套餐，而后就跟着医生去了7楼，把阿碧的事忘的是干干净净。看来谁也指望不上了，阿碧就想放弃。反正阿空也不相信鬼魂传说，那就一直守在凯蒂身边吧。凯蒂却说朋友在一起就要共患难，那你就永远跟着我吧。在放弃回身之前，阿碧想再看看自己的肉身，便来到医院。没想到正好看到阿坤正在悉心照顾着阿碧，也听到阿坤发自肺腑的表白。阿坤看到凯蒂后，气急败坏的想要赶他出去。凯蒂这次彻底怒了，表示如果当时不吵架，阿碧就不会出车祸，还说了很多他们吵架的细节，就让阿坤好好想想为什么自己会知道这么多，也决定以后不再管这件事。而后就生气的离开了医院。病房里，阿坤对着看不到的阿碧鬼魂说，明天就是最后一次手术了，如果成功的话就和以前一样了，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不会丢下你不管的，快点回到我身边吧。门外的凯蒂听到了这些话，决定再帮他一次。晚上，阿碧为了凯蒂的表演用心的辅导他，见凯蒂心不在焉，很是生气。凯蒂却表示我并不想赢，我只想上电视让老妈看看就行。随后两人开始互相诋毁对方的缺点，凯蒂更是生气的砸碎玻璃，也狠心割断了全部头发。第二天，凯蒂把头发送给阿坤，希望这些头发能陪伴阿碧度过手术。没了头发，凯蒂就再也看不到阿碧鬼魂了，便来到阿碧身体前，希望手术成功，早日康复。这天比赛，凯蒂在舞台上大喊妈妈我上电视了，然后就开始了自己的表演，可是却一不小心摔倒在地。阿碧的鬼魂看到后，附在他身上帮他完成了表演。表演是结束了，可阿碧的手术却失败了。凯蒂来到医院看望阿碧，却又见到了阿碧的鬼魂，质问道头发都剪掉了，怎么还会回来呢？原来他漏剪了一缕头发。而凯蒂当时吵架也是故意的，他想让阿碧在手术时回到他自己的身体里，这样就可以活过来，也就不用再做孤魂野鬼了。这时凯蒂突然想起了殓葬师的话，鬼魂从嘴里出来，也可以从嘴里回去，也明白了肯定不是阿碧的鬼魂回不去，而是他不想返回肉身。阿碧表示曾听到医生谈话，即使他活过来的话，90%的机会是瘫痪，如果让阿坤一直照顾瘫痪的自己，自己会更加难过，所以就决定不再返回肉身。凯蒂劝解道即便有10%的可能性也要尝试一下，随后就跑去病房，但阿碧却附在他身上阻止。就这样，凯蒂艰难地来到了 ICU 病房门口，一个想进去，一个不想进去。
阿坤看到后上前阻止凯蒂进入病房。就在两人拉扯过程中，无意中嘴对嘴摔倒在地，阿碧的魂魄进入了阿坤的口中。最终凯蒂被赶来的护士拖走，凯蒂大叫着让阿坤去亲吻阿碧，这样阿碧就会醒过来。阿坤来到阿碧的尸体前，深情地吻了一下，打算做最后的告别。没想到阿碧真的有了心跳，活了过来。阿坤看着眼前的一切，难以置信，喜极而泣。2个月过去了，凯蒂来医院探望阿碧，热情地和他打招呼问候，可阿碧却并没有什么回应。手术后的阿碧并没有瘫痪，在医生和阿坤的照顾下，也恢复了正常。虽然凯蒂和阿碧在网上经常聊天，但没有阿碧在身边，凯蒂确实有些不适应。最后两人约定见面，凯蒂却很在意为什么那次去看他对自己如此冷淡。阿碧表示想先看看手术后的结果，并不想连累朋友，还由衷的感谢凯蒂让自己重获新生。人鬼情谊再次升华，最终变成了如胶似漆、无话不说的好姐妹。好了，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，喜欢的话就长按点赞支持一下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